捂住胸口，竟是一叠银票。他数了一下，3万两。什么意思？亲一下额头给3万两？那脸颊呢？嘴唇呢？给多少？心仪进来禀报，说病人都出院了，今日是否还要收证？暂时不收。你吩咐门房，今日若有人来求医，让他们先取号，明日再来，重伤或者重症除外。行，我跟阿梅说一声。开始是昏迷的，伤了脑子，刑侦3日醒来，之后的状态便是时而清醒，时而昏睡。清醒的时候能喂些流食，昏迷时便要刑侦，一般刑侦3、4日便会醒来，可一直都是这般的状态。居大夫，您先出去，我检查之后再和您会诊一下。出去吧，姑娘的规矩你是知道的。姑娘，请您尽力。我会，但他情况特殊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检查完毕之后，我们系统也有针灸电刺，可以用。我在斟酌一个方案，不过眼下先刺激他的神经。居大夫一直用针灸的方法帮他维持生命机能，可见物理因子疗法对他是奏效的。依你所见，希望大吗？他这个情况不好说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。如果基础疗法不奏效，是不是可以植入脑起搏器或者脊髓电刺机器？这2种手术是可以促醒的。你做过这种手术的？有这个打算。你读我的心思？我没有读心功能，但我是1等 OK。 打算先用基础疗法还是用手术？先用物理因子疗法，看看是否能促醒。这1个月病人交给你，你每天给他做物理治疗。高氧多久？先常规的2个小时吧。你继续，我出去跟红狼和居大夫说说，红狼该等急了。你去吧，交给我。殿下，您伤势还没全好，别做太多，找个地方躺着。姑娘说您最好是多躺着的，对腰好。不碍事。云少元说着，却还是站了起来。居大夫，你从医这么些年，可曾听说过蓝血盾？蓝血盾是什么东西？没听过。本王以为这是你们当大夫的一种。是姑娘跟您说的蓝血盾的，那是个什么东西？治病用的？或许是沟通用的，例如手势、暗号。你们学医的人可有一套你们自己的暗号和手势？医者与医者的沟通，最忌的便是打哑谜，万一猜错，可就是害了性命。若有不能当着病人面前说的话，那就私下讨论，也不必用什么暗语手势的。也是，没事儿，本王就是随口问问。姑娘，您出来了。进去说话。你怎么也过来了？想听听阿红的情况，你坐下慢慢说。好。他坐下之后，不算很乐观，但可以试试。他需要留在国公府，原先照顾他的医女也一并留下吧。好。您说的可以试试，怎么个试法？希望有吗？希望是有的，我方才给他做了一些简单的治疗，他有一点反应，但是并不算特别乐观的。我只能答应你尽力而为，别的不敢承诺。姑娘愿意留下那就好，多谢姑娘。多谢居大夫吧，没有他，阿红早就没了。如果阿红能醒来，2位便是阿红的再生父母，也是我红狼。打住啊，老夫不想当你的父母，想必姑娘也不愿意。玉子的事，本王需要调查清楚，不是为了入谁的罪，是对死去的紫薇队有一个交代。我明白，别自责，当年你有太多的无可奈何。你既想到了这一层，但本王也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如果不是他执意册立云静封为太子，
或许本王早就迁居封地，远远而避开京城。但留在京城，发现的事情就越来越多。曾经本王以为他纵然专宠贵妃，却也算是勤勉的皇帝。但是他其实当太子的时候便已经和戎人官员勾结，而这只是其中之一，对吗？所以有些事情也容不得本王回避，一桩一件都要调查清楚了。你嫁给本王会有许多凶险，你怕吗？还愿意吗？如果我怕，或者我不愿意趟这趟浑水，你能怎么做？我们是太上皇赐婚的。本王可以请父皇收回成命。你是可以请太上皇收回成命，但我们手也牵了，人也抱了，清誉都毁了。加上我本就被云静峰退过婚，再退一次，还能寻得着夫婿吗？算了，将就过吧。将就？是啊，将就。不是将就你，是将就这局势。你很好，局势很差。但因这很差的局势错过很好的你，我不会原谅自己。备好嫁妆，等我来取。那3万两便可以用来置办嫁妆，回头我再叫人送钱过来。我要你风风光光嫁入萧王府。好，我拿你的银子，然后和你共患难。凝望他片刻，便把他拥入怀中。因为这一句共患难，他们之间的关系被拉近了很多。云少渊也开始3天2头的便往国公府跑。姐姐说明日要来国公府，姑娘，您若是不想见他，属下将暗门拦下。殿下知道他要来吗？啊，知道。殿下怎么说？殿下说他要来便来。他要来便来吧，门也拦不住他，你们出去拦也不合适。为何让他来？因为没必要阻止，总要见面呀。但他……子怡，大家如今对他有微词，只是因为他编造谎言，谋侧妃之位，没别的，明白吗？但只怕姐姐觉得不是啊，因为她觉得自己被俘后归来，那些错是可以抵过一切的。就是要他觉得是，又觉得不是。心怡晚上充电之前对洛景说道：之前不是听你说过要陪云少渊去一趟坐仙台吗？明天就合适了。过几天再去吧，这几天生意，病人有些多。不是重病的，你赚不了几个银子。我没看中银子，只是积累一下名声。你非逼着我去做什么？这不是见你难得可以谈一场恋爱吗？而且总在府中搂搂抱抱的，影响有些恶劣。你不想紫菱过来吗？不想。明天不让她来，后天还是会来的。就讨厌。去坐仙台不好吗？云少渊去坐仙台，安吉仔肯定是要跟着去的。他要找钱给安吉仔呀。1日，紫菱来了，而且是兰季陪着过来的。紫菱见过姑娘。兰季参见姑娘。免礼吧。紫菱多谢姑娘曾出手帮助紫薇队解困，此事因紫衣大意所致，我会重罚她的，请姑娘放心。姑娘，明宇的事确是属下监督不力。过去了，不必再提。姑娘宅心仁厚，舍不得紫衣受罚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有错该罚，才不会再犯错。这是紫薇队的制度，不能因姑娘心软而改变。事情经过你都清楚了？清楚。明宇与凶手谭雪是师姐妹，且他曾提出要紫衣帮忙救谭雪，紫衣没能及时意识到潜在的危险，才导致明宇私闯大理寺，差点害了萧王府。所以紫衣是失察且领导无方。既然你知道这些，应该也知道紫衣被打了30大板，受过惩罚了。
而且是殿下亲自下令处罚的。30大板是殿下罚的，但殿下的小惩大戒没能让他长记性，我还要重罚他，才能让他长进。你这个当姐姐的，说他几句是可以的，但是说到紫卫队的赏罚制度，我自有分寸，也会掌握好尺度，知道如何管理他们，不劳你费心了。姑娘，我也是紫卫队的人，难不成因为我在战场上被俘虏，逃出之后，便要被踢出紫卫队了吗？还是说，你们认为我已经被容人策反了？姑娘不了解我，猜忌我，也是情有可原。但清者自清，我今日来，除了给姑娘请安之外，还想见见阿红，望姑娘恩准。周元，带他去吧。紫大人，请。等紫菱走后，姑娘，紫菱让属下问问阿红的情况，姑娘希望属下怎么跟她说？阿红情况挺好的，会醒过来，你如实说。真的能醒来，那太好了。需要些时日，心仪会帮他的，你也去看看他吧。子怡，带他去。是，谢姑娘。兰姬和子怡走后，兰姬整个憔悴了，瘦了很多，这才几日呢。失恋是能减肥的。看来兰姬是想通了，表面与紫菱和好，实则行监察之事。姑娘，兰姬她没有。我知道。姑娘知道，殿下说的，殿下也知道了。殿下没说过，但我看出来了。他找属下和青翘谈过，他说很伤心，很痛苦，觉得心被挖了一块，但是他又说，这种痛远远及不上失去战友的痛。属下不知如何安慰他。安慰无用，这段痛楚噬咬的日子，他需要自己一点点的熬过来。心仪觉得爱情真是让机器人费解。我不去做仙台了，你们去吧。本也没打算带你去啊，你去了谁照顾病人？今儿都可以出院了。你留在府中吧，如果有病人登门求医，你自己先处理，处理不到的发消息给我。他整了一下发髻，便抬步出去。云少渊刚好走进院子。锦书怎能这么好看呢？两人对视着，心头怦然而动。锦书真好看。安吉到北周去了，过2天才回来。去北周？不是为你族亲的事，我知道你想自己解决，他办别的差事。哦。心仪和安吉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他们能有什么事儿？似乎觉得安吉有些奇怪，说起来时咬牙切齿，但一听我说起国公府，他便凑过来听。今日到国公府去，心仪也是巴巴来打听安吉，是不是生了情愫啊？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。这么笃定？是的，他们永远不会像我们一样的。他莞尔一笑，俯身过去亲了他的额头一下。我们一样？是如今这样吗？好吧，这一次是免费的。做仙台的雪景很美，前几日便想带你去看雪的，没想到今日也下，天公作美。下雪还是挺美的，大自然没有任何的错。我喜欢下雪，特别喜欢，因为冬日很少打仗，没有国家愿意在冬日发动战争。冬日行军难，棉衣短缺，后勤供给艰辛。原来如此，那什么时候打最合适啊？冬热夏寒都不合适，春日公众也尽量不用，多在秋日。从秋打到寒冬，若还不能获胜，会歇一阵子，这是常规的战法，也有例外。还有多久能到啊？1个时辰左右，你睡一会儿。到做仙台刚好就是下午了。我竟没给贵太妃带点礼物。对她而言，最好的礼物
莫过于父皇的亲笔信。昨日我便入宫去跟父皇说了今日来做仙台，他写了信叫我送来。太上皇和贵太妃感情真好。或许不是感情上的事，在他心里，贵太妃就等同是战友一般了。在他在位期间，经历了几番艰险困难，贵太妃都与他并肩作战。我说的作战，不是真的上战场。明白。你对贵太妃也很好。贵太妃对我也好。实在难得，你母后与她势同水火，你待贵太妃好，太后也会生气吧？她生气的事儿多着呢。你真是太后亲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她其实待我还行，但是有条件，我必须要听她大儿子的话。她总说，陛下是我的兄长，更是当今皇帝。我这个当弟弟又当臣子的，理应与他站在同一阵线。明白。一般当母亲的都会这么希望。他还是太子那会儿，礼贤下士，对父皇母后恭敬孝顺，处理朝务勤勉不已。在母后心里，他是最好的。撇开专宠贵妃母子的事，我一度认为他算合格的帝王。直到内阁要员被罢，还有与戎人一战，他才逐渐露出真实面孔。人如果有心伪装，很难看出来的。换做以前，我不敢相信他会弑父。他装得很好。行了将近半个时辰，终于来到了坐仙台。参见殿下。起来吧。贵太妃午睡醒了吗？回殿下的话，贵太妃今日没午睡，一直念叨着殿下什么时候到呢。进去吧。进了殿门。哎呦，小宝儿，来，快来！云少渊的脚步一下子就缓滞了，如玉面容竟是浅红，但好在景叔仿佛是没有听到。参见贤母妃。贤母妃可好？哎呀，好，见着你呀，什么都好。贵太妃十分开心。太上皇差人送过信，说你没事儿了，老身还不信呢。哎呀，如今亲眼瞧着才放心。小宝啊！云少渊连忙压低声音打断了他的话。叫我少渊，别叫小宝。哦，他就是锦书吧？骆锦书拜见贵太妃。免礼。这里风大，我们回殿说话吧。哎呀，这一眨眼便长大了，娶媳妇儿了，再不是那个追着母妃要奶喝的小宝了。云少渊大窘，彻底石化，都不敢对上景叔那好奇的眼光了。进得殿中去，刚坐下，便见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走了进来。原来他就是漠南尊长。这位定是齐北家的姑娘吧？殿下，移步书房吧。好，你在这里吃点东西，我马上便回。好的。云少渊看向贵太妃。谢母妃，您只管命人给他张罗些吃的便行。他这一路来也累了，让他吃完之后稍作休息，等我回来再一起叙话。去吧，老身与他还不熟，说的都是客套话，不说你少时的事儿，行了吧？唉，苦了你呀。骆锦书有些疑惑。你父亲的事儿，唉，节哀吧，啊，往前看，会有好日子的。是。是的，幸好你如今很好。是啊，苦日子都过去了。贵太妃，方才听您说少渊小时候追着您喝。就是有一些尴尬，都说不下去。是啊，老身是他的贤母妃，也是他的奶娘。为什么？宫中没有奶娘吗？姑娘是这样的，
当初殿下即将出生的时候，宫里头便给他养着2位奶娘，殊不知到殿下出生，那2位奶娘竟同时上吐下泻。殿下饿得紧，太后又不愿意亲自喂养，恰好那会儿贵太妃她还没退奶，太后便叫了贵太妃来喂。满姑姑说到这里，声音低了下去。其实那2个奶娘是太后吩咐人下了些药，她就是想让贵太妃当奶娘，羞辱她呢。她是想羞辱一下老身，但老身那会儿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终日以泪洗面。小宝送到老身手中时啊，老身抱着他，才觉得这个世界还有颜色。太后那会儿后悔了，强行抱走，想着她饿了便会吃其他奶娘的奶水，殊不知她就这么饿了2日，一口不吃。老身拿他当亲生儿子看待，若不是他，老身估计呀，也走不出那段黑暗的日子。但为什么当时太后不自己喂呢？她是皇后，怎会自己奶孩子？且她一开始没奶过，后来也就没奶水了。老身有些东西存在萧王府，闵先生知道的，那些身外之物啊，老身如今用不上了。早便说过，等小宝娶亲的时候，给新娘子做添妆用。你不必推劝，只管拿了去。您给的嫁妆我拿着，您的吩咐我记着。锦书不会用那份嫁妆，但是这份好意要领。哎，你这性子利落，老身十分喜欢。云少渊坐在交背椅上，听完漠南尊长的话，他道：今天本王来也是为这事。你与太上皇多年交情，本王信你。唉，怪我当日不谨慎，把他举荐到了萧王府去。那依你所见，他是什么时候跟陛下有过接触的？从知晓他归来，我便在想这件事儿，也询问过门下的人。之前陛下没与他接触过，倒是举荐之后，领进了宫里，给太上皇过目。那会儿他在宫里走了一圈，应该是那个时候与陛下遇到的。只遇到，便能达成共识了。陛下有预谋，此事不难。一切与尊长无关，本王便放心了。谢殿下特意前来问一句，这对我而言也十分重要。是顺便过来问一句，本王此行最大的目的是带锦书来见贤母妃。漠南尊长颔首，望着云少渊，有些欲言又止。尊长是看出什么了吗？请直言。殿下这样问，想必也瞧出端倪来了。只怕此锦书非锦书啊。何以见得？殿下不妨试探，他是否有年少记忆？若无，证明她不是骆大将军的女儿。若有呢？若有，只怕也未必是。其实他来京之时，我便见过他，与如今大不一样。若有记忆，为何不是他呢？这办不到吧？世间之事千奇百怪，总有些力量是我们无法窥探的。尊长可听说过天战一局和蓝血盾？不曾听过。是大燕江湖的门派吗？是徽国近些年崛起的帮派，行事隐秘，影子卫打探回来的。徽国，说起来，徽国近2年卖给我们的生铁大幅减少。本王知道，如今军中铠甲和兵器数量严重不足，也是因为生铁减少的缘故。如今价格疯涨，陛下是否有应对之策呀？听说，陛下打算叫云劲峰与徽国使团商谈此事，
回国使团年后抵达。蜀王不曾接触过回国人，如何能叫他做主去谈？陛下派了郭先生到蜀王府，就是要帮他促成此事，立下功劳。但蜀王性子刚愎，郭先生虽有谋略，却未必降得住他。他也去啊？他必定去，他是魏贵妃娘家的人。云少渊倒是有一些为难了。殿下也怕见到他尴尬是吧？要不咱就不去了。本王有什么尴尬的？那日锦书会去。姑娘不会这么小气的。你姑娘是不小气，但架不住有些喜欢看笑话的三姑六婆撺掇是非。回头拿锦书和魏家姑娘比起来，或者说些话挤兑她，岂不是讨个不痛快？迟早会见的，这圈子呀就那么大，那康乐侯府的公子还得叫您一声表叔公呢。回头啊，咱姑娘也得受人家的礼，让人家规规矩矩的磕头叫表叔婆。你亲自去国公府一趟，跟姑娘说这事。如果她不愿见魏巡元，本王会让魏家、康乐侯家的也去不成。还有，贤母妃跟她说了，放在王府的那些贵重物品，一应拨过去给锦书当嫁妆。你顺便叫人搬过去国公府。这就省许多了。姑娘愿意收下，真是识时务啊。卑职就喜欢姑娘这样的人。轮不到你来喜欢。砸不到啊！对闵先生来说，人生无非是两件事情最为高兴，一件是赚钱，一件是省钱。姑娘，蜀王世子满月宴，魏国公家的女儿啊，也就是如今康乐侯府的少夫人也会去。殿下说，如果您不想见到她，殿下可以请她不来。请她不来？是的，请她不来。萧王府啊是要讲礼貌的。没必要，她已经嫁作人妇。对了，卑职也是这样想的。您日后是康乐侯少夫人的表叔婆，对小辈啊，该是大度一些才好的。Excuse me， 表什么叔婆啊？满月宴一大早，姑娘，求姑娘救我祖父。人在哪儿？人如今在府中。啊，祖母，她便是孙女说的锦书，我们先出去。系统打开，心仪先检查。头部后脑勺创伤出血，腿部创伤出血，肋骨断了3根，其中一根造成肺部贯通伤，另外一根在心脏擦过，气胸，危及呼吸了。血压低，休克脂高，大量失血造成体温低，脸部多处创伤，眼睛被尖石头刺中，已清创。手术准备，估重，上麻醉。你估计赶不及去满月宴了。赶得及，手术之后你在这里守着。生存指数很低。他会没事的。这么肯定？他年纪大了不乐观。没有家属在，说话不需要太严谨。咱们尽全力的同时稍稍迷信一下，说一句没事，会负吗？行，你出去跟他们说手术，签同意书吧。做完再签，情况紧急。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，终于足足2个时辰过去，门开了。姑娘，我父亲如何？暂时没生命危险了，情况还是比较严重，需要观察2-3天。真的？于大爷不幸地问了一句。他如今是醒过来了吗？还没。没醒来怎知道无性命之忧？我进去看看。不可以进去。静安大长公主站起来。闭嘴，一边儿去。大长公主，驸马的情况比较严重，所以我用了不寻常的治疗手段。这3日你们都不能进去，驸马的情况比较严重，要救他的命，就一定要用比较特殊的手段。方才因为情况紧急，我没有经过你们的同意，就擅自给他开胸。天啊，开胸？是剖开胸膛吗？这是唯一的办法，因为驸马堕马时受外力撞断了肋骨，断裂的肋骨贯通肺部，导致呼吸衰竭，也导致了肺部出血，需要尽快止血和修补肺部的伤口。
如果不开胸手术救不回来。但大家可以暂时放心，驸马爷很坚强，很了不起。整个手术维持差不多3个时辰，他都坚持下来了。那他就这么生生的忍着痛啊，那得多痛啊！他平日里破了点皮，他都要觉得痛，他受不得痛的。这老公子哥儿，他不争气的。他争气，放心。而且整个手术他是没有任何知觉的，我用了一种药可以使他失去痛感。当然他醒来之后会痛，但我也有办法给他止痛，所以您放心。不痛啊，不痛就好。姑娘，谢谢您，如果没有您，祖父他……谢谢你们的配合。他的情况如果再耽误哪怕半盏茶的功夫，我都未必能救得了他。如果信我，这3天都不能进去看他。他做完手术还处于比较危险的状态，需要用一些特殊的药去治疗，而这些药都不能见光，见了光便失效。这药一旦失效，就再也没有办法了。无法跟他们解释系统不可关闭，也无法跟他们说重症监护之中不能够随意的探望，会有细菌，只能这样说了。任何人没有姑娘的允许，不能进去。我带来的那位叫心怡，也是大夫，他会在这里看着。我今日要去趟蜀王府，晚上会过来亲自守着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宫也去。毕竟蜀王府的帖子也是下到了我们公主府里。其实于星芒是告知了他今日云静峰安排的阿扎事儿。今日的事你不能出纰漏，确定都安排妥当了吗？你放心，能安排的我都安排了。而且殿下不是叫郭先生看过吗？那药渣里头掺杂的东西是郭先生亲自放进去的。但你也要谨慎。我只不过是晕倒，剩下的事都是你们来办的。你配合就行。今日母妃亲自来，也是给你长脸的。母妃十分关心你，重视你。云静峰见他不语，料想他又在胡思乱想。王妃，本王跟你说话，你装什么聋子？我本就聋了一只耳朵，殿下不知吗？行了，回头叫太医给你看看。本王先出去招呼宾客。殿下，萧王来了。这么早便来了，叫郭先生先去招呼着，本王去瞧瞧世子。哼，等了半个时辰，总算见到侄儿了。侄儿不知皇叔也来，有失远迎，皇叔恕罪。不知本王来，蜀王府不是给本王下了帖子吗？诸位哥哥请坐。来人呐，看茶。云少渊瞥了闵先生一眼，闵先生会意。殿下，姑娘吩咐的服药时辰到了。来之前殿下就吩咐过，今日服药环节比较重要，他说要给姑娘狠狠地吹一波的。闵先生说的姑娘是忠义国公府的那位洛姑娘吧？没错。姑娘的医术果真这么神呢？医术哪里有神不神的，不外乎就是比旁人精湛一些。京城也有不少名医，医术都很好的。哎，不提这些。骆锦书的医术确实不错的，本王的王妃被歹人所害，身受重伤，也全凭他医治照顾，才慢慢好转起来。听蜀王殿下这么说，锦书姑娘的医术确实精湛呐。怪不得太上皇会亲自赐婚，北周骆家确实有能耐。吴大人慎言。慎言什么？大将军被追封为忠义公，且当日战场失利，全因魏双骑从中作梗，有什么不能提的？说这话的人是吏部的吴侍郎，他的父亲便是当朝大学士，他的侄女儿也即将要嫁给云景峰为侧妃。魏双晋有罪，但骆骑委身为元帅，没有明察秋毫，遇到困境却无应对之策，难道没有错吗？错从何来？前方打仗生死一线，魏双晋却杀良冒功，导致民怨四起，泄露用兵之计，
容人不知便罢了，若得知，岂不是笑死他们？还明察秋毫，查案呐！蜀王但凡真正上过战场，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。你闭嘴！郭先生见他脸色铁青，知道他是要发火了，连忙便转了话。今日大好日子，提那些做甚呢？且说洛姑娘的医术确实精湛，她如今隔2天便来给王妃把脉，开方子给王妃调理身体，王妃确有好转的。可云锦峰却不依不饶了。哼，你们吴家如今替洛齐北抱不平，当日战败时却不见你们出来说话，可见什么文官清流也是势利眼。不过是见洛锦书即将嫁入萧王府，凭着萧王府的滔天权势扶摇直上，你才假意借抱不平为由，行巴结之事。王爷说这番话简直贻笑大方。当日战败，无人知晓缘由。魏双进的事是早些日子才由萧王殿下调查出来的，若非萧王殿下，如今骆大将军还含冤莫白呢。至于巴结，哼，我吴家100年清誉，行事端正，既不趋炎附势，也不畏惧强权。我侄女与蜀王府议亲，是陛下亲自与我父亲说，我父亲忠君爱国，陛下之令莫敢不从。但若因此叫下官说些违心的话来恭维你，下官实难办到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殿下的人品绝非我侄女择婿理想。说完，他便起身拂袖。今日这些话积压在心头许久，不吐不快，让大家见笑，失礼了，告辞。你给本王站住！你把话说清楚，本王什么人品？你今日不说清楚，休想离开蜀王府。来人，把他拦下！殿下，殿下息怒，吴大人心直口快，说的也在理。你到底是谁的人？你帮谁说话呀？啊！你没见他辱骂本王吗？大人，您就这样走了，怎么行啊？难得今日大家济济一堂，且日后吴家与王府也即将缔结姻亲。哼，什么姻亲呢？本王不过是纳妾。众人目瞪口呆，这话怎么能说呀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吴家高攀不起王府，这门亲事作罢。不许走！你把话说清楚，本王的人品如何？狭隘、自私、躁狂、记仇、无德、败兴、好面子，被宠坏了，听不进忠言，只接受恭维，绝非储君人选。一巴掌惊呆了众人。我乃朝廷命官，你便是亲王也不能随意打我。我要参你殴打朝廷命官，在座诸公皆可为我作证。我吴家拼了全族也不能受此屈辱。他说完，转身大步而去。锦书，你来了。云劲风面子丢尽，却是又被他看到，气得丢下一众宾客，拂袖而去了。少夫人，奴婢瞧清楚了，那骆锦书比您差得远了，浑身乡下人的气质。是啊，奴婢还闻到他身上的牛粪味道呢，真难闻。也不知道萧王殿下怎么还要挽住他的手，也不怕熏着自己。魏巡园没作声。骆锦书和云少渊走到亭台那边去，一路说着老驸马的事儿。原来是姑丈出事了，他情况要紧吗？比较严重，心仪在那边守着，但应该能挺过来。那就好，幸亏有你。如果姑丈有什么事，姑妈估计也活不下去了。他们老两口是挺恩爱的，相守一辈子了，姑丈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志，终日遛鸟斗鸡，爱出去游玩。以前父皇总说他是纨绔子弟，大长公主也说他是老公子哥。其实不是的，我听贤母妃说，其实姑丈年轻的时候也胸有大志，想要考取功名，为国效力，但后来上了公主，当了驸马。因本朝驸马是不参政的，所以他的仕途生涯也断送了。父皇后来便许了荣华富贵，让他一辈子无忧无虑的过。他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甚至还可以准许他纳妾。那他纳妾了吗？
没纳成。没纳成？是想纳，但公主不允许吗？应该不是，姑妈亲自给她挑了几个，但她说不合适。一会儿嫌人家胖，一会儿嫌人家瘦，一会儿又说人家牙齿不好。她估计是不想纳妾，但有旨意在。如果她不意思一下，人家会在背后说公主嫉妒，不许她纳妾。我以前倒是没想过这些，只觉得她是挑剔。牵着他的手靠近一些，轻声问：蜀王妃信得过吗？今日的事你知道多少？我知道不多，蜀王妃那边不要紧，就算信不过我也能置身事外。事实上我没有开过任何的房子，你放心。为贵妃娘娘奉驾到！那日不见，今日总算能见了。别怕，他并非三头六臂。他如果真是三头六臂，我还不怕呢。只不过没三头六臂，却有7、8个心眼。他蔑斜了云少渊一眼。不对啊，我没什么好怕的，毕竟是他儿子亏欠了我，你杀了他的弟弟，应该是你怕吧？怕他什么？若是皇后来了，那还有个长幼之分，但她不是皇后，不是正室，而本王是太上皇的嫡子，是正儿八经掌着军部的一品亲王。那我们就先不去凑热闹了，一会儿宴席总能见着的。可惜的是，这府中没什么好景致。你在啊，你就是最好的景致，叫人百看不厌。你这么认为啊？我今日特意束了新冠。瞧见了，好看。云少渊是牵着骆景书的手进门的，没有行礼。怪不得宾客都不见了，原来是贵妃来了。难道王爷也来？这位是锦书吧？锦书见过贵妃。洛姑娘还不曾学过礼仪规矩呢吧？您这礼行错了。第一次拜见贵妃娘娘，您需要行跪拜之礼。您往后便要嫁入王府了，日后也便是皇家之人，可不能不懂规矩呀。哦，他含笑望着云静风。这规矩礼仪自然是重要的。风儿，你还向皇叔磕头请罪呢。而且今日是蜀王府弄璋之喜，你也该带着世子给本王磕头才是啊。好了，说什么规矩礼仪呢？都是自家人。锦书，你坐吧。锦书，谢您的救命之恩，您不只是救了我，还救了我的孩儿。如果不是您，我和世子早就不在人世了。说这些干什么？起来。当时我被歹人所害，毁了容，身上共计被伤了18刀，连太医都说我没救了。我那时昏迷，并无意识，不知道你曾被冤枉成害我的凶手。我还要请您原谅，当时王爷也是被人蒙蔽，才会误以为你是凶手的。他知道真相以后，十分后悔懊恼，几度想去萧王府找您道歉和致谢，但也担心惊扰了皇叔疗伤。他说着回头看了一眼云静风。王爷，如今锦书在此了。云静风对着骆景书拱手，本只想说上一句之前误会你了，便算是搪塞过去了，却不料王妃在一旁替他说了。锦书，王爷曾跟我说过，之前种种就是他对不住你，没想我危急关头你以德报怨，王爷深受愧疚，这一拜你受着。好，这一拜我受着。时候不早了，开席吧。王妃，药都喝完了？喝完了，剩下这点药渣不必喝。是，却忽地听见几声剧烈的咳嗽响起来。哎呦，这是不是药喝得太急了，呛着了呀？怎么又咳了呢？不是都好些了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王妃吐血了！
在一声剧烈的咳嗽之后，蜀王妃便倒在了尚妈妈的怀中，晕死了过去。来人，传大夫。不如让姑娘看看。不必。他给王妃喝的那些药，喝完之后就咳嗽难受，那药或许不适合王妃的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只不过因为皇叔在场，本王又曾愧对于你，所以方才没有说出来罢了。王妃是中毒了。中毒？你说王妃是中毒了？来人，封锁王府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查，看王妃今日吃过什么，用过什么，但凡有可疑的，拿上来给大夫查验。贵妃娘娘，王妃是中了慢性毒药，服药起码超过15天，毒素堆积，如今是爆发出来了，所以这毒啊，不一定是今日下的。王爷应该查一下王妃这1个月来的饮食都是谁负责的。王妃，这大半个月以来都喝着姑娘开的方子呀，就是这些，喝了有大半个月了。这药有毒，是砒霜，但药量不重。这药里头被下了砒霜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药是先浸泡了砒霜，然后晒干送过来的。这药是谁去抓的？在哪家药铺抓的？这药是姑娘送来的，是抓好了送来的。众人发出了震惊的抽泣声。天哪，竟然真的是他！骆锦书，你居心叵测，假意救他，却是害他，你好生歹毒啊！没有啊，我从没下过毒，而且这些药也不是我开的，更不是我送来的。你还敢狡辩？我不是狡辩，我如果要害他，为什么当初要救他？真是你救的吗？是太医已经稳住了他的性命，你不过是替他接生罢了。姑娘，您药是全经您的手，还是药铺里的人抓的？可有盯着他们？是否有嫌疑？我再说一次，这药不是我送过来的。但尚妈妈说是你送过来的，而且王妃每一次喝药之前都要问是不是你送来的药，这才放心喝。她是深信您的，您这般害她，难道不会有愧吗？总之不是我送来的。您之前跟王妃说，希望让她告知所有人，是您救了她。王妃念在您为她接生的份上，已经帮您说了好话。云少渊再也听不下去了，正要往前走的时候，却听得余兴忙道：王妃的命是洛姑娘救的，世子是洛姑娘接生的，她的脸也是洛姑娘治好的，这哪里有假？郡主就不要掺和这事儿了，这种心肠恶毒之人，不值得你为他说话。我说事实，这些药不就是我送来的那些吗？什么时候是洛姑娘送来的？又什么时候有砒霜的？郡主说什么？这药是您送来的？尚妈妈怎么办似的？是我送来的，方老御医开的方子，还是我祖母去找他老人家开的呢？药也是他老人家亲自抓的，方老御医为什么要下砒霜？怎么是郡主拿来的？郡主不曾拿过药来呀！王妃每一次都要确定。确定什么？我前些日子一直在王府，他喝药都是我照顾的，这药就是我拿来的。如果不信，请我祖母派人去请方老御医来一问就知道了。祖母，这事儿您能作证，孙女是不是求过您请老御医开药方啊？是叫他给蜀王妃开的那个方子吗？正是。本宫记得方老御医说她产后出血过多，又身受重伤，加上月子里也做得不好，终日忧心如焚，便给她开了调理的方子，让她连续服用上半年。是这药里被下毒了吗？郭先生看到大长公主出面，心里已经明白这场戏是唱不下去了。什么方御医？本王不曾听过，他也没来给王妃把过脉。哼，
你当然不知道，他伤了面容，你嫌弃了他，10天半个月都不去看他一眼，这会儿表现出什么深情款款的样子来？贵妃都准备帮你娶侧妃了，这不，吴家的姑娘、武家的姑娘都准备要进门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本王什么时候嫌弃他了？姓王，这是人家夫妻的事儿，你个外人，不要掺和，别被人说几句就信以为真。凤儿对王妃的好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。贵妃娘娘，自从晶晶受伤、面容溃烂之后，她去看晶晶的次数不足3次，而且每一次都要晶晶事先戴好面纱。如果她有去照顾晶晶，就不会说出晶晶不是洛锦书所救的这样愚蠢的话来。你不断诋毁本王，到底意欲何为？是谁叫你这么做的？他只听本宫的话，你这话的意思是指本宫教唆他诋毁你吗？本王知道了，你们是串通的，你们和洛锦书和萧王府沆瀣一气。蜀王殿下，这事与萧王府有什么关系？大长公主和君主都说了，这药啊是方老御医开的，何不继续调查此事啊？如果洛姑娘是与王妃有救命之恩，此事就万万不可大意，免得再一次冤枉了她呀。是啊，蜀王殿下这样的猜忌叫人寒心呐。到底是针对人还是针对事啊？怎么听起来却像是设局似的？先调查此事，请方老御医吧，不能冤枉了姑娘，也一定要揪出下毒之人才行。哼，还请什么？都是他们安排好的，就是等着看本王的笑话。说到底，还是你对洛锦书有偏见，但你不能不承认，确实是他救了晶晶，而且治好了晶晶的脸。他转身走向了蜀王妃，轻轻地托起她的头，摘下面罩，露出了一张洁净无瑕的脸。怎么会？我说你没去看他，你还不承认？如果你去了，怎会不知道他恢复容颜？至于那些药，是洛锦书说他气血亏损严重，我才求祖母去找老御医来给他开方子调理的。蜀王妃也在这个时候慢慢的转醒。我怎么了？你中毒了，有人要害你，好些了吗？我头好晕，谁要害我？殿下，怎么？你先回去，本王会查个水落石出。蜀王妃被送走之后，来人呐，拿本宫手令，请方老御医来。今日是大好日子，不要因这些事儿坏了大家的兴致。此事不管是不是锦书做的，都过去了。毕竟他也治好了王妃的脸，救了王妃的命。人嘛，总有自己的小心思，不打紧的。快去请！本宫最烦的就是和稀泥的人，该是什么样的事实就是什么样的，调查清楚了，对谁都好。大长公主，本王赞成。锦书是本王的未婚妻，她的清白十分重要，请老御医来吧，也耽误不了满月宴，可以吃着等。老御医很快就被请来了。怎的？老朽这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，还对蜀王妃下毒了？这药在府中到底经过谁的手？从煎药看火到端上给蜀王妃，中间起码经过3、4个人。查呀！你就是少渊的未婚妻呀？见过大长公主。哼，瞧着倒是个好模样，但嫁入皇家也不是什么轻易的事儿。你随本宫出去，本宫要教你规矩。但我还没吃宴。吃什么？人家怀疑你是下毒，是凶手，你还吃人家的宴席做什么呀？嫁入皇家，
可不能这般的柔善心软。是。随本宫去吧。方雨衣，这家糊涂饭菜你吃得下吗？公主请老朽吃便是了。老郭，考虑一下来我这儿吧。敏兄别害我呀，在蜀王府说这样的话，嫌我死得慢不是？说真的，考虑考虑，我诚意很足。我很贵的。多少？送至府门，闵先生问，郭先生握住了他的手，掰了一下数。闵先生大惊失色，当即拱手：告辞，告辞，郭兄不必送了啊。哎，闵兄，可以打折，你给个价呀。闵先生回府之后，追上了云少渊。估计他不会轻易离开蜀王府的，再遭些罪吧。云景峰留不住他这样的人。你看着办吧。你有爱才之心，该收便收。也着实要物色个人，卑职一直在外跑，有时候10天半月不回府一趟。殿下的身边需要有个出主意的人，帮着王府内外策划谋算。你安排吧，本王去一趟公主府，看望一下姑丈。顺便看看姑娘。对。我叫你们不要强行推门，我说没说？我说没说？你们现在晕过去，赖我呀？是啊，我放毒了怎么了？我叫你们信我，你们不信，非得要撞门。他痛就会叫，这不是正常吗？我打你，你痛了，你叫不叫啊？又不是我打的他自己摔马车的，我都给他用过止痛药了。你现在还听到他喊痛吗？听到吗？没死，他只是没叫了，他又睡过去了。我跟你们说不明白，你们家长呢？叫家长来。心怡，你回来便好了。他们非得要进去看，能进去吗？才手术完几个时辰，还在重症监护中呢。他们还砸门，强行要闯进去，这门缝开了，毒气放了出来，撂倒几个。啊，行，慢慢说。心怡生气的把过程全部都说了出来。我知道了，我进去看看。真是，原先我还夸赞他们配合呢，结果你一去他们就闹得我都快要死机了。我进去看看，别进来。啊，不看的。以后遇到这样的有钱人家，可以先问问怕不怕痛，需不需要快速愈合伤口。哦，知道了。这老头方才醒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大长公主有点可怜了。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大男子主义者。他说了什么话？他说要他妻子给他倒杯水来，而且是要他妻子亲自倒过来。你怎么说？我说你妻子不在，而且你也不能喝水。然后他就在那里呼天抢地起来，说很痛，痛得很，一副要死的样子，都把我吓着了。说着又嘟哝了一句，真是个大老爷，喝水还要妻子亲自给他端来，多能啊。心怡，你想过没有，他是和大长公主一起出事的，他不敢问妻子是否还活着这样的话，太担心一个人的时候，有些话是没办法直白的问出来的，怕听到直白的答案无法承受，只能让你叫妻子倒杯水来。如果你出去叫，那么他知道妻子没事。结果心怡直接跟他说你妻子不在，老驸马昏昏沉沉的，听到说不在便以为是不在了，怎么能不呼天抢地呀？啊，这9曲18弯的心思我竟然没揣摩到呢，我在病人面前说错话了。算了，他情况还算好，开了快速，再把点滴打完之后可以暂时收了系统，叫亲属进来瞧一眼，否则他们今晚也别想睡了。姑父情况如何？情况有好转，危险期过了。是不是醒来过？说过什么没有啊？醒来过一下，没说别的，就说伤口疼，仙医给他用了止痛的药，现在睡过去了，到夜里能进去看一眼。哥，你打听个人。谁？魏巡元。谁？我与他只见过半面，
只看到他的眼睛，他一直拿着扇子遮挡自己的脸。我没问这些，我只是觉得他比较特殊，他今天想帮我。是吗？为什么要帮你？我就是不知道，我想着他曾经是你的未婚妻。过去的知道是过去的，我真不介意。我就是想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毕竟你跟他定亲了，你对他就没有基本的了解吗？我和他的那啥是陛下做主的，你应该也能想到陛下为什么要这样做。魏国公是云静风的舅舅，特别想通过结亲的方式让我支持云静风。这门亲事父皇也同意，他说魏家如今威风八面，需要有人牵制一下。根据影子卫对魏巡言的调查，得知她是魏府比较听话的女儿，但是却对什么都冷冷淡淡。终日她除了看书就没别的什么爱好，也不绣花，也不蝴蝶。知道的就是这些了。就知道这点啊？差不多是这样。他似乎很讨厌云静风。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，如今整个魏府都是围着云静风转的，为了云静风，所有人的幸福都可以牺牲。这件事情办成这样，你怎么跟陛下交代啊？这难道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了吗？那于星芒是王妃的手帕交，他们该是早串通好的，为什么会忽然杀出来阻碍计划，弄得本宫不得不嫁祸给武家，回头还要安抚他们，这真是花了大心思，给人看了一场大笑话。蜀王府的名声还能要吗？娘娘，此事却有郭先生筹谋不到的地方，没想到大长公主会来，也没想到郡主会出来帮洛锦书解围呀。但正如您所说，郡主是应该知道王妃的计划，为什么要破坏呢？为什么要帮着洛锦书呢？这事儿奴婢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。哼，还能为了什么？于星芒就是故意要跟本王作对。你就这么相信你的王妃？这一切都是于星芒做的。云静风不语，他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郭先生，你认为呢？我会调查清楚，给陛下，给贵妃一个交代。今日之事影响甚大，郭先生要如何应对？娘娘，今日之事不可挽回，只能请王爷日后低调，协助陛下治国理朝，慢慢立功，挽回声望。云静风一腔怒火地回到了邀月居，还没进屋呢，便听到了于星芒痛斥王妃的声音。你是糊涂了吗？云静风是怎么对你的？你还帮着他去算计洛锦书？洛锦书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不是他，你和世子都死了。你脑子有毛病啊！你受伤毁容，他看都没看你一眼。你现在还跟我说要念什么夫妻感情？合着我送的这些人给你，你都是拿来当敌人防备的呀。幸亏小娥偷听到你跟单妈妈说话，去告诉我。你是糊涂虫，是非不分的你。云景风脚步迟疑，是这样的吗？他没有进去，转身离开了。郡主，王妃，她走了。哼，如果不是晶晶还要留在王府，我不屑于做这场戏的。儿子在我就在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我知道，我得回去了。轩辕还在外头呢，你送他一程。行，你好好休息。皇叔，您叫侄儿进来是要说什么吗？本王很可怕吗？你哆嗦什么呀？没，侄儿真是路过的，没有跟平沙侯府来往，真的。云清风手忙脚乱地解释着，结巴了。来往又怎么样？怕什么？没怕，没怕的。侄儿光明磊落，真没有筹谋什么的。听说给你赐婚了，可喜欢人家姑娘？她还不错，娶了吧。只怕是人家没看上侄儿。为何妄自菲薄？你是皇子，
虽说还没立功封王，但那是迟早的事。而且你是养在魏贵妃身边的，难不成……他忽然想起了影子卫调查的消息，说云庆峰昔日在魏贵妃宫里头的时候，一直是备受欺负。吴家那边怎么想的，你不要管，等人家过门，你对人家好些就是。侄儿会的。给老侯爷处理好伤口之后，骆锦书没收钱，便去前厅找云少渊了。云少渊给他介绍了一下，听闻你要成亲了，恭喜啊！谢谢姑娘。你们谈完了吗？我们可以走了。随时可以走。云少渊起身，又瞧了云清风一眼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去昌隆号找闵先生。萧王府就不叫他去了，那些个皇子王爷的，他尽可能避免他们来府，免得叫人猜忌。按集找回了之前调查魏学员的宗卷，我瞧了一下，别的都没什么，唯独有2件事情我觉得很奇怪。第一件事情，他喜欢染指甲，还特意找了女师傅到府中来教。第二件事情，他顶撞过魏贵妃，是在3年前魏贵妃回府省亲，魏国公府上下欢腾，魏贵妃赏赐了许多礼物给娘家里的每一个人，他也有，但是他却不要，还当着许多长辈的面说了魏贵妃几句话。当时本王没瞧着宗卷，只是给闵先生看的。闵先生觉得没什么要紧的，不就是女孩子气性吗？但本王昨晚瞧了一下，发现他说的那几句话还挺出格的。说了什么？他说魏贵妃妻不妻妾不妾的。这话有在场的下人听到，影子卫是从下人嘴里打听到的，不确定真实。这样说啊？对的，但事实上之前调查他是一直很听话的。哦，为什么忽然那么有兴趣去翻阅之前调查他的宗卷？不是你想知道吗？我就是随口一问。哦，好吧。随口一问的吗？天哪，姑娘，天哪！体叔，少渊说话都有一些慌了。快救他！因天色已晚，骆锦书一开始没看到伤者的面容，但是心仪看到了，是暗吉仔。心仪当即就有一种 CPU 被烧了的感觉。心仪，抱进去。大失血，休克，心脏受伤，背部受伤，生存指数1%。给血止血，别愣着。董司，我只有1个小时的电，快充备用电池。收进去充了。1%的生存机会，暗吉真的是很危险，比之前任何一个伤者都要危险。体外转流，扇人工心肺机吧。心仪没说话，只是照着吩咐去做。心仪，你担心暗吉，对吗？心仪还是没说话。心仪，我给你说个笑话。我不想听笑话，但你说你每一次大手术都喜欢听笑话缓解压力，快说快说。你别这么紧张。我不紧张，你不要紧张，你千万不要紧张。你说说笑话来缓解一下。我说一件我妹妹的笑话给你听。她上初3那年4月份的体育中考，她很紧张，头一天晚上就睡不着了。后来你知道她是怎么缓解压力的吗？怎么缓解的？心仪好学，听到说是缓解压力，正好对症，便也好奇起来了。她的人生格言就是，越是觉得困难的事情，就越少多做。所以第2天早上她起床之后就去跑了5-6个圈，跑得精疲力尽。最后等到考试的时候，她已经很累了。啊，那又不及格了？恰恰相反，她满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跑步也没办法作弊啊。因为轮到她考试的时候，她累得都顾不上紧张的情绪了，撒开腿就跑，脑子是彻底排空的，只知道要跑，别的都顾不上。考完之后直接晕倒去了医务室。
你是想说，潜能都是在无意识的时候才可以迸发出来的吗？不好笑吗？跑完直接去了医务室啊。虽然你很努力，但是真的不好笑。不如你说说你偷看安迪洗澡的事儿吧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笑。纯粹胡说八道。珍妮看见了。你信他吧。安迪也说过，你对他有好感，好几次故意刁难他，开会的时候还一直看着他发呆。你让他去死。心仪没什么意识地说了一句。是啊，所以后来他们都死了。骆景书愕然了一下，但没有继续问下去，专心做着手术。心仪侧着头，脖子转动了几下，发出咔咔的声音，喃喃地道：谁死了？我刚才说谁死了？心仪，印一下汗。手术完成之后，骆景书宣布手术成功，但是安吉的情况还是很差，生命指数3%，依旧很危险。怎么还没升起来？他会死吗？别着急，要对他有信心。他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谁伤他的？他武功那么高，而且他不是出差了吗？不知道，我一会儿问问邵渊。你快去问，我在这里守着。心仪，你刚说了一句话，说他们都死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那一刻我是觉得他们死了。觉得？或许是觉得他们该死。心仪的眼底是充满了疑惑的，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，仿佛是残留了一些记忆的碎片，但是如今搜也没搜到，骆景书也没追问了。安吉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受伤的？是谁下的手？不知，我是傍晚的时候与轻跷策马来过公府的，即将到国公府门口的时候遇到了他，他应该也是朝着国公府来。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当即叫了轻跷去追，没有发现凶手。他把自己捆在马背上，点穴止血了。我随身也带了止血粉，用了一些，便不敢耽误，带着他进来找你。凶手的事你们去查，医治的事我和心仪会尽力。蓝记去请了莫南尊长过来。据我所知，武林中并未有高手可以连伤他数剑而令他无法做出反击的人。就算不能反击，暗吉也可以躲开。他轻功造诣很高，这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。但对方就是能做到。尊长可有这方面的头绪，或者说听过这样的事，或者谁的轻功可以比他更厉害的？莫南尊长寻思了一下，但抬起头来时，眼底却是有一些为难。尊长请说。说没听过吧，也听过这样类似奇怪的事，还有一人的轻功，但具体还是要问殿下才可知道。谁？当初姑娘带着蜀王妃来到萧王府治疗，来去皆无人知晓。蜀王府安排审任，高空观察，也没有看见。这件事情到底如何，我没有知晓得太清楚，殿下或许会更清楚一些。尊长，您是怀疑姑娘吗？这绝不可能的。哦，我不怀疑姑娘，但或许是否可以从姑娘的师门去了解一些情况呢？暂时不往这方面去想，增派人手保护殿下和姑娘，其余的该查便继续去查。到了手术后的第3天傍晚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停下来做什么？快来啊！心仪，30分钟了。30分钟又怎么样？再推一支肾上腺素，他还没死。心仪，不是，他不能死。心仪忽然就哽咽了。心仪是要哭了吗？天哪！骆景书深吸一口气，开始作为心仪的助手，参与继续的抢救。
终于，42分钟，心电监测的直线出现了波动，心脏复跳了。暂时没事。姑娘，他是不是还特别凶险？刚刚差点没了。足足2个晚上，景叔都没出去，但是安吉的情况没有变好，反而变差了。总司，能不能用人工心脏啊？第5代磁悬浮离心式人工心脏已经很成熟，我们系统有，而且第5代可以实行无线充电。总司，我们什么都不做，他会死的。心怡，我担心的是他会在手术台上走，我没有把握，他情况太差了。而且我不认识他的家属，这事怎么好做主呢？你最讲规矩的。他心脏的伤好了，我一直都开快速修复的。至于家属，你出去跟云少渊商量嘛。就算可以无线充电，但他是没有办法进系统充电的，而这里没有电。心脏移植呢？现在到哪里去找一颗心脏啊？而且还要配型成功，时间这么紧急，难道随便抓个人回来挖心脏吗？那安吉仔没救了。骆景书闭上眼，一股强大的无力感涌上心头，想救救不了，这是医者最大的无奈。总司，如果把我的电池给他呢？你的电池就不用充电了吗？他只是供给人工心脏，我的电池可以维持他1个月，1个月回来充电一次不难啊。你备用电池是无法维持1个月的月亮的。我给原装电池，备用的我自己用，我可以随时充电的，而且我不怕没电，没电充上就没事的。心怡，你为什么这么在乎安琪？不知道，我就是不想让他死。心怡也看着他，眼神充满机器人似的迷茫和懵懂。我需要想一下吗？或者说，现在是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吗？你让我想一会儿，半个小时不要跟我说话。半个小时太久了，15分钟。把心仪的电池和人工心脏连接未必可以，因为心仪的电池是特制的。他让心仪换下原装电池，然后进系统测试一下，结果是不可行的。他回蓝血盾的战时系统里翻找了一下，翻找了10几分钟，还真是让他找到了一个装置。可以啊，可以！心仪激动地抱着总司，狠狠地亲了一下。安吉仔有救了！确定方案，景叔马上出去找邵渊。安吉母亲早死，父亲是他的师傅，早2年也过世了。他没别的亲人，只有一位师妹。星芒，对吗？是的，你知道。那么他的事情你可以做主，对吗？可以，他父亲把他托付给我了。云少渊见他问到安吉的父母，知道情况不妙。他怎么样？他很危险，随时会走，所以我想换一种治疗方案，也是手术，但手术过程也是有很大的风险，他有可能会在手术过程中走。这么危险？是，但这手术如果不做，以我的经验看，熬不过3天。你需要尽快做决定，做还是不做？做。手术开始之前，安吉的生命指数跌到了0.5。有神仙推荐一下吗？什么鬼？我也行，但神仙会不会比较灵？神仙等级高一点。你是科学的产物，不能迷信啊。唯物和唯心只差1个字，没必要讲究太多。你们人类几千年来都拜拜，各种大香蜡烛、纸钱，玩命的烧，一定有原因的，存在即合理嘛。随便吧，只要你信，哪位神仙都会保佑你的。你自己没有固定的神仙爱豆吗？我爱豆是佛家的观世音。为什么粉观世音？颜值吧，当然他有普度众生的怜悯心肠，还有地藏王菩萨也行。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嘛，有目标且志向远大，更身体力行致力于实现自己的目标，是实干型的爱豆。我个人来说比较喜欢的。
那我如果现在粉观世音，还来得及吗？有心不怕迟，现在粉也可以。你心里头念着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一直念，菩萨会保佑你的。主要是为了保佑暗吉仔。都一样，现在可以念，我也在心里头默念，助暗吉仔一嘴之力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保佑心仪，快闭嘴，快闭嘴吧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系统启动耳塞降噪模式。云少渊这一次没再等着了，而是亲自去勘察现场。云少渊亲自勘察2天之后，我之前听你说过，进了病房之后可以隐藏一种毒气，你都布置起来，以防不测。可以。你想引蛇出洞？没错，我亲自去勘察过。刺杀暗吉、抢走信息盒的总共有5个人，而这5个人是潜伏在国公府外不远的地方。国公府与萧王府不同路，所以他们断定暗吉会赶往国公府，因为暗吉所携带的消息与我有关，还是说暗吉推测你在国公府？都一样。但他们能在短时间内设伏完成整个刺杀，而且不留什么痕迹，证明他们对国公府内外都十分熟悉。他们是早就盯上了国公府。自从你搬来国公府，我就布下影子卫在国公府四周，但是一直没发现到什么异常情况。所以你想直接逼他们出来？敌暗我明，长期如此，我们会十分被动，干脆大家都明。确实。你亲自勘察发现了什么？他们潜伏的位置十分奇怪，他们是趴在墙上的，可那日刺杀并非黑夜，直接趴在墙上会没人看见吗？那不是无人通行的小巷子，那是大街上呀。如此诡异，我不能等待他们自己露脸，我要逼他们出来。